大家好，我是 KK，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的影片呢，我超兴奋的，因为我要来跟你们分享我买的新手机 iPhone 14 Pro Max。我是在9月7号，就是它可以马上 pre-order 的那一天早上8点，我就立刻守在我电脑前面 pre-order。那天应该因为超多人在抢，所以那个官网卡到不行，就是我一直要进结账画面都结不了。然后结果最后我其实大概到8点40才买到，结果买到之后我就登入。发现我其实买到3只，然后另外2只已经退掉了。然后今天我也是等超级久，现在已经快要7点我才拿到，因为那个 UPS 还跟我说，就是你那个地址写错，然后我刚刚还很紧张，可是明明我去 check， 就是我地址是对的。那在开箱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想要看到更多我的影片的话，右下角帮我订阅一下。那如果你已经订阅的话，就趁现在先帮我按个赞。好，那我们就赶快开始来开箱咯。天哪，好兴奋哦！我要赶快打开。我这次呢，是用 Trade In， 所以我原本手机是 iPhone 12 Pro Max， 然后我 Trade In 的话还可以，为什么打不开？哦，我还没开后面。我 Trade In 的话呢，是可以 Trade In 大概500多块美金。哇，天哪，好漂亮哦！我觉得紫色比我想象中的漂亮跟低调，就是我一直看照片的时候，有些人就是可能是放在很强的阳光下的时候，我觉得它很紫，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到很紫，是一个很低调的紫色。我觉得实体比我在网上看到的照片跟就是大家分享的都还要好看。然后里面呢一样就是也没有那个充电头，但是有一条充电线，就这样子。然后我要来撕开这个了，哇！拿到新手机就有一种真的是很开心的感觉。我2年没换手机了，我这次就觉得我一定要换。那我现在先开机给大家看一下。先来比较一下外观好了，跟我前一支 iPhone 12 Pro Max，我觉得它镜头真的凸很多，就是你这样子比较，是视觉上有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它凸很多，就是比如说我这样放在桌上，我都觉得它有点没办法放平。那我先来快速分享一下，我觉得拿到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包装其实没有什么差别，跟之前我觉得没有差很多，或是iPhone 12 Pro Max 已经是2年前，然后我有点忘记了，但反正现在就是没有附那个就是充电的豆腐头嘛，我就觉得蛮烦的。拿到手机呢，我其实觉得重量差不多，可是我觉得就是最大的差异就是那个镜头非常凸，然后镜头也蛮明显，就是大很多。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有讲说，我觉得紫色就是其实比我想象中的更好看。所以其实我昨天在买那个手机壳的时候呢，我一直想说，天哪，这紫色到底要怎么搭配啊？有够难配的。然后最后我买了就是黑色皮革的手机套跟那个就是 leather wallet。那我等一下也会一起开，然后放上来给你们看。然后那时候买完就觉得，天哪，这配色也太 man 了吧！我觉得我应该没办法接受。但是我现在看到这，其实我觉得它很低调，其实有点像黑色，所以我觉得如果搭配浅色的壳，应该也会蛮好看的。那我现在先来快速开箱我昨天买的这个皮革的手机套，跟这个皮革的那个可以粘在后面 MagSafe 的那个 wallet。然后我就给你看，真的是我不会开了。这个我买的手机壳的颜色是 ink，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但是它是有一点黑黑蓝蓝的，看起来蛮像黑色，可是没有像黑色这么的无趣的感觉。开完这个之后，来开这个皮革，就是可以粘在后面那个leather wallet。我其实买这个是因为我觉得平常我上班的时候常常忘记带 ID， 因为我们进去公司都要逼卡，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可以在手机后面有这个东西的话，好像还蛮方便的。尤其是现在我其实也很少，哎呦天哪！其实现在很少带那个，不好意思太暴力了。尤其是现在我也很少带那个
皮夹出门，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有一张卡可以放在后面，万一平常忘记带卡的话是蛮方便，所以就是可以吸在这个后面这样子。那我现在就把它套上去看看。好了，套好了。天哪，我觉得这很不行哎！不行的点是不是因为不好看？我其实觉得它蛮好看的，但我觉得我现在整个人像一个男的，就是这拿起来很像男生的颜色。没关系，我之后再看看要不要换成其他颜色。但是手感还蛮好的，我觉得这个皮革摸起来很舒服。那讲完外观之后呢，就来讲一下，就是我觉得那个 Dynamic Island 的使用感受。我自己一开始觉得，这东西在这边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吧。可是我刚刚打开手机用了一下，就是看了一下照片之后，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在那边有点挡，就是挡住我视线的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可能还不习惯的关系，但是我会觉得就是 iPhone 12这个刘海呢。好像算是边框的一部分，所以你不会觉得说它好像挡住视线。那其实这次更新很大的重点还有软体的部分就是 iOS 16。那我在我的旧手机上面其实已经就是更新了，所以我大概体验了一下 iOS 16的一些新功能。我自己还蛮喜欢 iOS 16，有些人说不喜欢那个通知从下面跳上来，可是我觉得那样其实还蛮好，而且它会帮你 stack 在一起，就是会你不点开的话，它不会这样子一条一条，然后塞满你整个画面。我觉得其实那样还蛮好，看起来比较干净。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就是每次手机拿起来就超多通知在那边。然后还有一个新功能就是你可以显示那个电池百分比。之前的是你没有办法一直显示在那里，你要往下滑才会看到那个 percentage， 然后现在是可以一直显示在那里。我觉得这还蛮方便，但是我觉得没有到很美观，我觉得有一点丑，因为它就是在电池中间直接显示一个就是80之类的。然后呢，还有就是键盘，就是你打字的时候会有一个轻微，如果你因为以前你如果开声音的话，不是会有哒哒哒的声音嘛，就打字的声音，然后现在是有一个震动的感觉，然后我觉得那个。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功能还蛮新奇的，就觉得好像蛮有打字的感觉，可是用久我觉得很烦其实就是我自己没有那么喜欢，我之后可能会把它关掉。然后还有就是可以自定的解锁画面，那其实它那个解锁画面呢，我一开始有点搞不太清楚，它其实就是你可以有一整个 set， 就是比如说方便你之后的替换。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就是想要换成某一个桌面，你就不用再去找那个照片换成那个桌面，你可能就已经有好几个预先设定好的样式，然后你可以根据你那天的心情来换这样子。然后还有照片去背的功能，我目前就是只有去背，然后传到讯息里面跟朋友玩一下，还没有就是真的使用到别的地方。那我觉得之后可能可以做一些合成的照片，应该会蛮有趣的。还有就是你可以把你一些照片隐藏起来，然后到一个相簿里面，然后那个相簿你是要用你的 Face ID 才能打开的。这个功能我也还没有使用过，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常有一些私密照不想给别人看到的话，那这个功能就好像还不错。然后再来就是 iMessage 可以编辑，你送出去的message 也可以再收回。我觉得这个对台湾人来讲应该还好吧，因为大部分的人都用 Line 嘛 ，Line 本来就已经有可以收回的功能。那如果你是在美国比较常跟别人用 message 的话，那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 improvement。然后还有就是相机识别可以翻译，因为之前其实就已经可以，你截图的时候呢，它就会读取，你可以直接复制照片里面的字嘛。但是现在是多了一个功能是可以翻译的，我觉得也还不错。横着解锁这个呢？我昨天就在我手机上试半天，我想说奇怪到底是怎样，为什么我手机就不能横着解锁？结果我后来去查才发现，原来横着解锁呢只有支援13以上，所以12就没办法。然后呢，再来就是有一个更新，就是你在天气里面可以点开看到更多资讯。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求救功能，就我昨天在地铁上的时候就发现我的手机在没有收讯的时候，后面会有一个 SOS 的 sign， 然后那个 sign 就是可能你可以直接打一些紧急电话，即使你没有收讯的话。今天的影片呢，除了开箱之外呢，我也想要实测一下拍照功能。这次最大的进步呢，就是它的相机嘛，所以我想要比较一下12 Pro Max 跟14 Pro Max 拍照跟录影之间的差别。那我刚刚上楼拍了一些就是照片跟影片，有在天黑前跟天黑后拍的，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现在坐在顶楼等天黑来拍夜景给你们看。
然后来实测这个电影级模式，我这个 iPhone 12 Pro Max 是没有的，但是这个我觉得非常好以后好像可以用这个来拍片因为你看我现在背景还蛮糊的，然后我人非常清楚，然后前镜头也可以用，所以我觉得这个以后可以直接拿来拍片，蛮适合。比较一下 iPhone 12 Pro Max 前镜头感觉很糊，然后也没有那个景深的功能，好像是要13以上才会有那个电影级模式。我自己是觉得呢，在照片上来讲的话呢，我自己比较喜欢12 Pro Max 的色调，然后14的话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种暗暗的感觉，但是整体的话还是会觉得14比较清楚一点。然后在影片的部分呢，我觉得在我拍的时候呢，14 Pro Max 也是非常有感的，就是觉得非常非常清楚，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我刚刚还有实测一个，就是我拿着手机，2只手机跑步，因为iPhone 14 Pro Max 有一个功能是可以防手震，就是你可以开启一个类似，就是它有一个人在跑步样子，然后你开了之后呢，那个画面不会晃动感那么严重。那我实测结果呢，觉得真的差非常多。还有实测一个就是电影级模式，然后那个是 iPhone 13就有了，可是因为我前一支是12 Pro Max 就没有这个功能。然后我自己觉得还蛮喜欢。那我稍微再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刚刚大概使用20-30分钟后，觉得新手机怎么样？我其实自己觉得那个 Dynamic Island 呢，我还是没有很习惯。虽然就是它就会忽大忽小这个功能，我觉得还蛮酷的，可是我觉得它真的是还是有点挡，可能之后就会好一点。然后还有一个我非常有感的特点，就是它的萤幕真的非常非常亮。我之前有看就是其他影片有讲说 iPhone 14 Pro Max 它的那个萤幕是在就是阳光照射之下呢，它也可以就是非常亮。那我刚刚就是才开到2个一起开到最亮的时候比对一下，就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非常亮。所以之后希望在阳光下的话，也可以就是清楚的看到我的手机。最后一个就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换手机？如果我是用 iPhone 12 Pro Max 的话呢，我到底要不要升级成 iPhone 14 Pro Max 呢？我自己刚刚使用下来呢，因为我已经升级到 iOS 16嘛，就是我的旧手机，所以我其实觉得使用起来，除了那个 Dynamic Island 之外，没有到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异。有一个可能心理作用，我觉得新手机稍微快一点点。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其实对我来说会在录影，因为我自己觉得有那个电影级模式的录影呢，对于我之后拍片或是想要在路上拍一些 vlog。还蛮方便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对照片跟影片没有到非常大需求的人的话呢，可能不需要换到14 Pro 或是 Pro Max，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最大的特点可能就是照相功能的升级。那我自己觉得12 Pro Max 已经很好用了，如果你的手机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呢，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够用的手机。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有大量拍照拍影片需求的人的话呢，14 Pro Max 就非常适合你，可以更新可以升级。然后加上我这次买的是 1TB 嘛，所以如果你常拍照片常拍影片的话，其实你可能手机的容量会不够。我自己是没有不够啦，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晚买 1TB， 因为我前一只手机是512，然后我那时候一直以为我512快要满了，直到买完手机之后我才去查，发现其实我还有好像200-300G 没有用。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那如果你有任何关于 iPhone 14 Pro Max 的问题，就是或者是我的使用心得的话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大家拜拜，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咯。